话说东汉末年，曹操历经多年奋战，终于在邺城建成了气势恢宏的铜雀台。这座高台不只是他的宫殿，更是他权势与野心的象征。他心情大好，决定广邀文武百官，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功宴。只见曹操身穿华服，意气风发地登上铜雀台。他环顾四周，俯瞰着邺城的万家灯火，心中充满了志得意满。他大手一挥，准备开始这场空前绝后的盛宴。曹操，诸位爱卿，今日共享这铜雀台美景，畅饮一杯。高朋满座，酒菜丰盛，文武百官齐聚一堂，大家兴奋地交谈着，恭维着曹操的丰功伟业。宴会的气氛热闹非凡，预示着一场精彩的庆典即将开始。曹操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今日如此盛景，岂能无乐？”他随手将自己身上的战袍解下，挂在一棵柳树上，豪气地说：“诸位将军，谁能以箭射中战袍者，便可获此袍。”曹操，各位将军，今日弓马较技，谁是神射手？话音刚落，许多勇猛的将军们纷纷跃跃欲试。曹休、曹洪、徐晃等大将你追我赶，展示着他们精湛的射箭技艺。箭矢呼啸而过，引得众人阵阵喝彩。曹休，末将愿为丞相献艺。最后，张合将军一箭命中红心，成功夺得了曹操的战袍。这场精彩的射箭表演让宴会的气氛达到高潮，也展现了曹魏将士们的勇武之气。张合，丞相，此袍归我了。射箭比赛结束后，众人回到宴席，继续开怀畅饮。乐师们奏响了悠扬的乐曲，舞伎们翩翩起舞，整个铜雀台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，美不胜收。曹操见气氛正好，便让众文士作诗。曹丕首先提笔，写下了一首优美的诗篇，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。曹操听了点头称赞，很是满意。曹丕，儿臣略作一首，请父亲品鉴。接着，曹植也挥笔而就，他写的诗更是辞藻华丽，意境深远，赢得了全场的赞叹。曹操听后龙心大悦，对这个儿子更是器重不已。曹植，小弟不才，也现着作一首。曹操看着两个儿子，又回望自己的一生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举杯对众人说：“自己征战半生，如今有此高台，有诸位贤臣猛将，此身足矣，只是天下尚未一统。曹操，今有诸君，有此高台，天下未统，吾心难安。”镜头一转，却说远在江东的周瑜，自从赤壁之战后，一直心系荆州。他因为屡次被诸葛亮智取，气得旧伤复发，在病榻上辗转反侧，对诸葛亮是又恨又怕。周瑜，诸葛亮，此仇不报，我周瑜誓不为人。经过一番苦思冥想，周瑜又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打算假装要攻打西川，却在途中假道伐国，实际目标是攻取荆州。他觉得这次诸葛亮肯定猜不透。周瑜，这次我假道伐国，亮那诸葛村夫也无计可施。为了实施这个计谋，周瑜派心腹大将鲁肃前往荆州，假意与刘备商议共同攻打西川的事宜，实则诱刘备出城，再趁机夺取荆州。他信心满满，觉得胜券在握。周瑜，此境，此番重任，切莫辜负我期望。鲁肃带着周瑜的计策来到荆州城，他见到了刘备和诸葛亮，客客气气地说明了来意，邀请刘备一同发兵攻打西川。
他自以为演得天衣无缝。鲁肃、刘皇叔，我主公欲与您联手，共谋西川大业。没想到诸葛亮早已洞悉周瑜的诡计，他轻摇羽扇，微笑道：“都督此计，亮已知之，无非是假图灭国，欲夺我荆州耳。”鲁肃听得目瞪口呆。诸葛亮，都督之计，亮早已看破，不过是想借道夺荆州罢了。鲁肃，军师此言何意？诸葛亮将计就计，让刘备假意应允周瑜的建议。刘备表现得非常配合，让鲁肃以为计谋成功，高高兴兴地回去向周瑜汇报，殊不知自己又成了棋子。刘备，既然都督盛情，备愿助一臂之力。周瑜听了鲁肃的汇报，果然大喜过望，以为计谋得逞。他立刻点齐兵马，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，意气风发地朝荆州方向进发，准备一举拿下这块宝地。周瑜，哈哈，刘备小儿，看你这次还能往哪跑？当周瑜的船队进入指定水域时，万没想到，两岸伏兵齐出，鼓声震天，喊杀声四起。赵云、张飞等虎将率领大军，将东吴船队团团围住，旌旗招展，杀气腾腾。赵云：周瑜休走，我赵子龙在此恭候多时。张飞：哈哈哈，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周瑜见此情景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才知道自己又中了诸葛亮的圈套。他急忙下令撤退，却以为时太晚，东吴军队大败，周瑜更是遭受重创，愤怒与羞辱让他几乎晕厥。周瑜：诸葛亮，吾与汝势不两立。周瑜：速速撤退，快撤！战败后，周瑜气急攻心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倒地不起。只见有人送来诸葛亮的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：“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周瑜看后，再次被气晕，不省人事。周瑜：哇，诸葛亮，你气煞我也！小兵：都督，这是诸葛亮送来的信。话说，周瑜病逝的消息传到荆州，刘备和孔明听闻后都感到惋惜。孔明心里清楚，周瑜是他最大的对手，如今这位劲敌离世，东吴的局势将有所变化。刘备：公瑾英年早逝，实在令人痛心啊。孔明：主公，孔明当亲自前往柴桑吊唁，以全邻邦之谊。孔明带着童子和季礼，毅然前往柴桑。他知道此行风险重重，但为了大局和维护与东吴的关系，他必须展现出诚意，哪怕前路荆棘。童子：先生，此去柴桑，江东之人恐对您不善。孔明：无妨，心怀坦荡，何惧之有？周行数日，孔明终于抵达柴桑。只见周瑜的灵堂肃穆庄严，哀乐阵阵，气氛悲伤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整理好衣冠，迈步走入灵堂。守卫：来者何人？孔明：荆州军师诸葛孔明，特来吊唁大都督。孔明进入灵堂，见到鲁肃等众将，一一施礼。他走到周瑜灵柩前，跪地哭拜，真情流露，声泪俱下。这一幕让在场的东吴将士们都有些意外。孔明：公瑾啊，公瑾，
我与你虽为政敌，却也惺惺相惜。鲁肃，子敬，鲁肃的字，孔明先生这番真情，令人动容。接着，孔明亲手读起祭文，字字肺腑，句句情真。他赞扬周瑜的盖世才华，哀悼英年早逝，听得众人无不唏嘘感叹，连周瑜的部下都为之动容。孔明，呜呼，公瑾，命不长矣！苍天何使英才早逝？众将，私语，诸葛亮竟如此真诚，倒是我等误会他了。一篇祭文读罢，孔明再次伏地大哭。鲁肃见状，心中感叹，觉得孔明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并非传闻中那般奸诈，对他的误解也逐渐消散。鲁肃，孔明先生此番深情，鲁肃佩服。孔明，与公瑾相交数载，如今阴阳两隔，怎能不悲？可不是所有人都被感动。周瑜的旧部，特别是那些恨透了诸葛亮的将领们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觉得孔明是在猫哭耗子假慈悲，甚至想趁机杀了他，为都督报仇。丁奉，这诸葛亮是来假惺惺的，我等何不杀了他，以祭都督在天之灵？徐盛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鲁肃见势不妙，赶紧上前劝阻众人，并亲自护送孔明离开。他深知两国关系重要，绝不能因一时冲动而破坏了与刘备的联盟。鲁肃，诸位将军不可鲁莽，两国之盟，岂可轻易破坏？孔明，多谢子敬仗义相助。在鲁肃的保护下，孔明总算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柴桑。他回头望了一眼，心想：今日这一番真情流露，总算没有白费，暂时稳住了东吴的局面。鲁肃，孔明先生一路保重，日后好相见。孔明，子敬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孔明回到荆州，将吊唁周瑜的经过细说给刘备。刘备听了，对孔明的智谋和胆识更加敬佩，也为能有这样一位军师而感到庆幸。刘备，军师大智大勇，此行辛苦了。孔明，为主公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却说荆州不久后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他便是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庞统。他衣着朴素，相貌不扬，前来投奔刘备。庞统，在下庞统，特来面见左将军。守卫，打量你这模样，真是凤雏先生。庞统得以面见刘备，但刘备见他相貌丑陋，又没有出众的举止，心里有些轻视，只觉得是个普通人，便草草应付一番。刘备，先生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庞统，统不才，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。刘备敷衍地给了庞统一个偏远县令的职位，耒阳县令，让他到哪里去锻炼。庞统虽然有些不满，但也默然接受了，心里自有打算。刘备，先生可先到耒阳县担任县令，治理一方。庞统，莫，统领命。庞统骑着一头瘦驴，慢悠悠地前往耒阳县。一路上，他都在思考刘备为何如此轻慢于他，莫非是自己的外貌让他无法得到重用？庞统，自语：哼，英雄不问出处，怎能以貌取人？百姓，私语：这县令新上任，瞧这模样，能行吗？到了耒阳县后，庞统却出人意料，一到任就喝酒作乐，
对政务不闻不问，把县衙里的公事堆积如山，足足1个月都不处理。老百姓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小吏，大人，公文堆积如山，您看。庞统，醉醺醺地，明日再说，今日先饮。刘备听说庞统在耒阳县荒废政务，大怒。他心想，果然是看走了眼，于是派了脾气火爆的张飞亲自去耒阳县查看情况。刘备，这庞统竟如此不堪重用。张飞，俺这就去教训他，看他敢如何胡闹。张飞风风火火地赶到耒阳县，怒气冲冲地闯入县衙。只见庞统还在那儿悠闲地喝酒，公事依然堆积如山。张飞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。张飞，你这厮身为县令，竟敢如此懈怠政务。庞统，慢悠悠地，哟，翼德将军来了，请坐，同饮一杯。庞统见张飞要发怒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堆积的公事，半日便可处理完毕。”说着，他竟当着张飞的面坐堂审案，断案如神，不到半天就将所有积压的案件处理得井井有条。庞统，将军稍安勿躁，且看庞统如何为之。张飞，震惊，这等断案速度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张飞看得目瞪口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这才明白，庞统并非真的无能，而是不屑于小小的县令之职。他赶紧回去向刘备禀报。张飞，大哥，那庞统实乃奇才，俺差点就误会他了。刘备，哦，翼德细细说来。与此同时，鲁肃的荐信也恰好送到刘备手中。信中称赞庞统是凤雏，与孔明齐名。刘备这才恍然大悟，赶紧派人请回庞统，将其提拔为军师中郎将。至此，卧龙凤雏皆为刘备所用。刘备，原来先生便是凤雏，孤险些错失贤才。庞统，主公慧眼识英，统愿肝脑涂地。话说曹操想搞定西凉，但马腾是个麻烦人物，于是他使了个计策。他假借皇帝圣旨，召马腾进京，说是封他个大官。马腾哪知道这是个陷阱啊，还以为真有好事呢，就带着2个儿子高高兴兴地往许都赶。曹操，马腾将军镇守西凉多年，如今理当重用，快派人宣他入京，共议国事。却说马腾接到圣旨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。他带着小儿子马修、马铁，还有几百随从，浩浩荡荡地进了许都。哪知道刚一进城，就被曹操的伏兵团团围住，这才知道中了圈套，可是一切都太晚了。马腾，吾等奉旨入京，何故围困？难道这是个陷阱？曹兵，奉丞相令，拿下马腾及其党羽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哎呀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马腾和他的2个儿子以及所有随从都被曹操抓起来了。曹操根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，直接下令把他们一家老小全部在市曹斩首示众。曾经的西凉英雄就这样惨死在许都城下。马腾，奸贼曹操，我马腾今日虽死，吾儿马超必为我报仇。行官，时辰已到，斩。远在西凉的马超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
直到有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血书，上面写着父亲和弟弟们的死讯。马超打开信，看到那些惨烈的字句，顿时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懵了，眼泪瞬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马超，父亲、兄弟竟遭此横祸！曹操，你这个奸贼！我马超与你不共戴天。士兵，将军，您保重啊！得知父亲和兄弟被杀的噩耗后，马超简直气疯了。他跪在地上，仰天长啸，发誓一定要替家人报仇。他立刻振作起来，决定兴兵讨伐曹操，把曹操碎尸万段。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熊熊的复仇烈火。马超，我马超若不报此仇，枉为人子。曹操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庞德，将军，我等愿随将军讨伐曹贼。马超知道光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对抗曹操，于是他就去找了自己的盟友，也是父亲的结义兄弟韩遂。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父亲被曹操残杀的经过，恳求韩遂能一起出兵为马腾报仇雪恨。马超，韩叔父，曹操害我家破人亡，此仇不报，我死不瞑目。韩遂，孟起，莫要悲伤，贤弟之仇，我岂能不报？韩遂一听马腾的惨剧，也是义愤填膺，当场就答应了马超。于是，马超和韩遂联合了西凉的8部兵马，加起来足足有10几万人，号称西凉铁骑。他们大军浩浩荡荡，直指长安，是要踏平许都，为马腾报仇。韩遂，诸位将军，曹操如此残暴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理？众将，愿随将军讨伐曹贼，为马将军报仇雪恨。西凉大军来势汹汹，很快就兵临长安城下。镇守长安的曹仁和夏侯渊急忙迎战，他们本以为能守住，没想到马超的西凉铁骑实在太猛了。马超身先士卒，如同一头猛虎冲入羊群，曹兵根本抵挡不住。马超，曹贼，今日我先取长安，再直捣许都，谁敢挡我？曹仁，马超勇猛，不可力敌，快加固城防，准备死守。在马超的猛攻之下，长安城根本撑不住多久，城门被攻破，曹仁和夏侯渊只能带着残兵败将，狼狈地弃城而逃。马超轻而易举地拿下了长安，这也给了曹操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让他的复仇之火更加旺盛。马超，长安以下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曹操的许都。传令下去，将士们歇息片刻，准备再战。夏侯渊，哀，马超势大，不可敌也，速报丞相。曹操在许都听说马超攻陷长安的消息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没想到马超竟然如此厉害，而且还和韩遂联手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为了稳住局势，曹操决定亲自出征，去会一会这个急马超。曹操，什么？马超进攻下长安，此子如此勇猛，不可小觑。我必亲自前往会他一会。谋士，丞相，三思啊！马超气势正盛。曹操亲自带兵，一路赶到了潼关。他知道潼关是个兵家必争之地，守住了潼关，就能挡住西凉军东进的步伐。他站在关上，望着远处浩浩荡荡的西凉大军，心里盘算着该如何迎战这个复仇心切的马超。曹操，潼关乃是重中之重，只要守住此关，马超就插翅难飞。
夏侯渊：丞相，西凉军已在对岸集结，气势汹汹。两军在潼关前僵持了一段时间，终于爆发了小规模冲突。没想到马超亲自冲阵，他那勇猛劲头让曹操的军队都吓傻了。只见马超如同一道闪电，直扑曹操中军，吓得曹操差点魂飞魄散。马超：曹贼何在？今日我必取你项上人头，告慰我父在天之灵。曹兵：马超来了，快保护丞相！马超的攻势太猛了，曹操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。眼看马超就要冲到跟前，曹操吓得脸色发白，赶紧叫人快把我的红袍脱了，把胡子剪短点。为了逃命，他竟然把自己的标志性长髯都割掉了，连战袍都扔了，狼狈得像个落水狗。曹操：快脱我红袍，割去短须！马超那贼，认不得我便罢休。侍从：丞相，万万不可啊！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曹洪将军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，他舍命断后，拼死拦住马超，才让曹操有机会逃脱。曹操跑出去老远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曹洪和马超还在死战，真是惊险万分啊！曹洪：丞相快走，这里有我曹洪挡着。马超，休想越过我一步！马超：好你个曹洪，竟敢阻我报仇之路，受死吧！话说曹操的大军浩浩荡荡，终于抵达了战略要地潼关。他准备在这里与西凉的军队决一胜负。此时天气转凉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，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。曹操：潼关险要，我军需步步为营，不可轻敌。没想到西凉的猛将马超和韩遂也带着他们的精锐部队，早就严阵以待了。马超年轻气盛，骁勇善战，名声在外，让曹操也不敢小觑。战场上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马超：曹操老贼，今日便是你的末日。韩遂：孟起不可轻敌，曹操诡计多端。曹操认为要拿下潼关，必须先渡过渭水。他下令军士们加紧准备，要趁机渡河，抢占先机。士兵们听令，立刻忙碌起来，准备搭建浮桥。曹操速架桥渡河，抢占渭水北岸，莫让马超有机可乘。谁知马超眼疾手快，竟然提前发现了曹操的意图。他带着精兵，像一阵狂风般突然杀到，打得曹操措手不及。曹军士兵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打得溃不成军。马超：曹操休走，今日定让你命丧渭水。曹操被马超追得狼狈不堪，情急之下，他顾不得形象，赶紧脱下身上的战袍，甚至割断了长长的胡须，才勉强逃过一劫。那场景真是险象环生，差点就被马超抓住了。曹操：快丢掉战袍，割断胡须，莫让马超认出我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猛将许褚挺身而出，他奋不顾身地护卫着曹操，拼死与马超的军队厮杀。幸亏有他，曹操才得以脱险，化险为夷。许褚的忠勇真是让人佩服。许褚：主公莫慌，末将在此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。曹操虽然暂时脱险，但心里明白，硬碰硬不是办法。他决定采取智谋，暂时后撤，然后趁着夜色掩护，偷偷架设浮桥，准备再次渡河，给马超一个措手不及。
曹操，马超勇猛，不可力敌，传令下去，今夜悄悄架桥，明日再战。夜幕降临，万籁俱寂，曹军的将士们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赶工。他们不声不响地将一块块木板和绳索连接起来，在渭水上搭建起了一座浮桥。整个过程悄无声息，生怕惊动了马超。第二天清晨，当马超发现曹操竟然趁夜渡过了渭水，简直气炸了。他怒不可遏，立刻点齐兵马，像离弦的箭一样，朝着曹军追击过去，是要让曹操付出代价。马超，曹贼奸诈，竟然趁夜偷渡，弟兄们，随我追击！两军再次在渭水边相遇，战鼓雷鸣。这次，许褚又一次冲锋在前，与马超短兵相接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打得难分难解。周围的士兵都看得目瞪口呆，好不精彩。许褚，马超，来与我一决高下。马超，许褚，今日定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为了在河岸边站稳脚跟，曹操命令手下的工兵们加紧修筑土墙和工事。他想在地形上制造优势，抵挡住马超的猛烈攻势，为后续的作战做好准备。曹操，速修土墙，巩固防线，不可让马超再有机可乘。马超见曹军在修筑工事，哪肯让他们这么顺利？他立刻点兵，再次发动冲锋，想要破坏曹军的攻城，让他们无法站稳脚跟。一时间，战场上尘土飞扬，喊杀声震天。马超，休想安稳立足，破坏他们的攻势，不给曹贼喘息之机。只见许褚看马超又来势汹汹，心中怒火燃烧，他大吼一声，竟然当众脱掉了身上的战甲，露出结实的臂膀，光着膀子就冲了过去，准备与马超进行一场生死对决。许褚，马超鼠辈，看我许褚如何与你一战。许褚和马超两人就像两头狂怒的猛兽，从白天一直打到黄昏，刀来枪往，你来我往。他们一共大战了200多回合，却依然不分胜负。这场裸衣之战惊心动魄。眼看天色渐暗，两人的战马也都累得气喘吁吁，再也跑不动了。最终，双方鸣金收兵，各自退回阵地。这场惊天动地的单挑才算告一段落。但两人的勇武都传遍了军中。曹操看到马超如此勇猛，心中十分忧虑。他知道正面硬拼很难取胜。这时，他的谋士贾诩献上了一条妙计，那就是用离间计，让马超和韩遂之间产生矛盾。贾诩，主公，马超虽勇，但其与韩遂并非同心，可施离间之计。曹操听了贾诩的建议，立刻写了一封信给韩遂。他故意在信中涂抹掉一些关键字眼，让这封信看起来像是老朋友之间私密而又匆忙的书信，为离间计埋下伏笔。曹操，此信如此涂抹，定能让韩遂与马超心生嫌隙。韩遂收到曹操的信后，打开一看，发现信中有好几处被涂抹掉了。他心里开始犯嘀咕，不知道曹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正当他疑惑时，马超正好走了过来，看见了他手里的信。韩遂，这曹操信中为何多处涂抹不清？究竟何意？马超看到韩遂手里的信，立刻追问内容。韩遂没办法，只好把信给他看。马超仔细看了看信上的涂抹处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马超，文曰叔父，此信可是曹操所寄，为何遮遮掩掩？韩遂，
孟起误会了，这信有些蹊跷，我正百思不得其解。就这样，曹操的离间计成功了。马超对韩遂的信任开始动摇，两人的同盟出现了裂痕。这也为之后的剧情发展埋下了伏笔，让这场战事变得更加复杂有趣。话说曹操盖了一座新大门，完工后，他只是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，然后就走了。大家看了都摸不着头绪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心里都犯嘀咕。没想到杨修一看就明白了，他跟身边的人说：“丞相嫌门太大了，活字加在门字里，不就是个阔字吗？”大家听了都觉得杨修真聪明。杨修，丞相嫌门太大了，活字加在门字里，不就是个阔字吗？又有一次，曹操收到一盒酥点心，他又在盒盖上写了一盒酥3个字，然后放在桌上就出去了。结果杨修又把点心分给大家吃了。曹操回来一看，点心没了，就问是谁吃了我的点心。杨修笑着说：“丞相您自己不是写了吗？一人一口酥，大家当然就吃了。”曹操：“是谁吃了我的点心？”杨修：“丞相您自己不是写了吗？一人一口酥，大家当然就吃了。”这时候，有人向曹操推荐益州有个叫张松的谋士，说他虽然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是肚子里却是学问满满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曹操听了有点兴趣。谋士：丞相，益州张松虽其貌不扬，却是满腹经纶，不可多得啊。话说这位张松啊，本来是奉益州牧刘璋之命，要来跟曹操结盟的。他千里迢迢地来到曹操的营帐，心里怀着满满的期望，希望能为益州谋个好前程。没想到曹操一看到张松其貌不扬，竟然就看清了他，对待张松的态度非常傲慢，还故意当众羞辱他，让张松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曹操，你这小人，面目可憎，有何德才可言？张松心想：哼，曹贼竟敢如此待我！曹操还叫他的将军们出来给张松看，想要炫耀武力。结果张松不以为然，反而把曹操手下的五虎将一个个数落批评，把大家气得脸都绿了。张松：这些将军不过尔尔，有何可夸？众将：你这小人，安敢放肆！曹操听到张松这样口出狂言，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。他大骂张松是个狂妄无礼的小人，立刻下令把他赶出营帐，不许他再踏进一步。曹操，大胆狂徒，给我把他轰出去，永不许再踏入此地！张松被曹操羞辱后，气得牙痒痒的。他心想，曹操不是货，那我去找刘备。于是他转头便前往荆州，要去拜见刘备，希望能得到赏识。张松：曹操有眼无珠，我倒要看看刘玄德如何待我。刘备听说张松来了，立刻出城30里迎接，还用最隆重的礼仪款待他。张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，心里暖洋洋的，对刘备的好感直线上升。刘备：先生远道而来，备不胜荣幸，请入城一叙。张松：玄德公如此厚待，松感激不尽。张松被刘备的真诚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他趁着夜深人静，悄悄地拿出自己精心绘制的益州地图，秘密献给了刘备，
并详细介绍了益州的地理形势。张松，玄德公仁德，此益州全图，愿献与公。刘备看到地图和张松的建议，心里动摇了。他知道益州是个富饶之地，但想到刘璋是自己的宗亲，又觉得这样趁人之危夺取地盘，实在是于心不忍。刘备，益州虽好，可刘璋乃我宗亲，如此夺取，于心何忍啊？这时候，刘备的军师庞统看出了刘备的犹豫，他立刻站出来劝说刘备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劝他不要妇人之仁，应该果断地抓住这个天赐良机。庞统，主公，此乃天赐良机，计不可失啊！莫要君意小节。在庞统的再三劝说下，刘备终于被说动了。他虽然心里还是有些挣扎，但知道机不可失，于是下定决心，准备依计行事，开始谋划益州大计。刘备，世元之言，备铭记于心，此事便依计行事吧。与此同时，益州的刘璋那边也因为张鲁的威胁，大臣们正在朝堂上争论。法正和张松力主邀请刘备入川，而黄权和李严却极力反对，觉得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。法正，主公，刘玄德乃仁德之君，可请他助战。黄权，万万不可！刘备非等闲之辈，此乃引狼入室啊！尽管有众多大臣的反对声浪，刘璋却因为与刘备的宗亲情谊，加上法正等人的极力劝说，最后还是决定派人去邀请刘备来益州，帮助他抵御张鲁。刘璋，玄德乃我宗亲，断不会害我，便依此意，请他入川吧。这边刘备一接到刘璋的邀请，虽然心里知道这是个请君入瓮的机会，但他还是表现得很客气，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往益州进发，沿途百姓都来围观。刘备，刘季欲相邀，岂能不往？众将士，随我入川。行军路上，庞统又对刘备提出了3个计策，上策是突袭，中策是半路设宴斩杀刘璋，下策是先安抚再图谋。刘备听了，陷入了沉思。庞统，主公，上、中、下3策，当如何决断？刘备考虑再三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中策，也就是利用宴会之机行事。他虽然不忍心，但为了成就霸业，也只能狠下心来。这一步预示着益州即将风云变色。刘备，虽于心不忍，然为大业计，便取中策吧。